草根出身的巴西前总统卢拉在大选中获胜，将再次出任巴西的总统。这位反美友华的卢拉上台将是我们中国的利好。我们也可以看到，南美它左转的这个趋势将会快速的进行。欢迎来到张斌观察，我是张斌。截止到10月30号晚间巴西2022年总统大选的第二轮投票呢已经结束，其中的99.6%的选票已经统计完了。劳工党的候选人前总统卢拉呢得票率达到了50.88%，而他的对手自由党候选人现任总统博索纳罗呢得票率是49.12%。这位卢拉呢，1945年出生，算起来今年也76岁了吧。他其实出生在一个贫农的家庭，小时候吃了好多的苦上街卖花生擦皮鞋什么都干过，所以呢，他就被称为这个擦鞋匠出身的草根总统。他是一位典型的左派政治人物，他追求独立自主，反对美国霸权对南美和巴西的干涉，也比较重视社会的平等吧。他帮助巴西社会的底层人民脱贫的政策可以说是深得民心，被称为巴西之子。卢拉在2003年到10年之间连续担任了2届的巴西总统，在他执政期间巴西的经济发展还是不错的，他也搞经济还是有他一套的。在2010年的时候，巴西不就还跃升成为世界7大经济体吗？在2018年的时候卢拉被指控贪腐入狱是1年多。这2021年的时候，卢拉之前的犯罪判决被巴西法院裁定为无效。那么民众们则普遍的就认为这卢拉入狱那是冤枉的，这就是被美国政治操作下的一个政治陷害。卢拉执政期间呢，和我们中国保持着非常友好的关系，中巴的各种合作进展的也非常的快嘛。卢拉认为说中国的社会主义道路是让中国人民走向富强的一个正确选择，因此呢，这也是巴西应该学习的榜样，和中国的合作呢能给巴西带来更大的发展。那么卢拉这次再一次上台，对中国又是一次利好。第一，卢拉的再次上台他这个主要原因呢，还是因为这个经济和社会思潮的一个问题。你看现任的这位总统他亲美，但是治国无方。更让民众不满的呢，甚至感到愤怒的是由于这个现任总统在台上，他在各方面就允许了大量的美国势力的介入，对巴西社会的干涉非常的多，这就让巴西人民是越来越感觉失去了这个自主权，需要有人站出来带领巴西走向独立自主发展的这个道路。第二，要结合南美整个趋势来看，南美整体的左转浪潮这也影响到巴西。反过来，巴西的这种变化呢，也推动了这种浪潮。这种浪潮的根本原因就是美国长期以来对南美的霸权行为所造成的一种反弹。这种所谓天下苦美久矣当美国的霸权出现衰弱的时候，各国就有了选择自己发展的空间。你看去年拜登不是搞了一个南美峰会嘛，所谓的南美峰会嘛，说要稳定一下他的后院。但是问题就在这个峰会邀请的人员和这个美国的态度来看，那既然还是这种歧视性的，还是这个居高临下，还是把这个南美当成自己的后院，你们都要听我的，都要为我美国来服务的，为美国利益去服务的这种做派别人根本接受不了。南美的多国呢，当时是纷纷抵制，这已经很说明问题了。第三呢，巴西是一个南美大国，也是金砖成员国的重要成员，它的战略位置非常的重要，资源丰富，市场也非常的大。那么我们未来往南美的发展这是一个必然的大趋势。要想去南美发展，巴西是不可或缺。我们和别人去合作，它不像美国那样居高临下甚至拿着枪顶着人家的脑袋我们坚持的呢是彼此的平等，彼此不干涉内政互惠互利，不但呢能够双赢，还能带来一种与美国这种霸权带有强烈的这种强制殖民色彩的这种方式呢是不同的一种全新的发展模式。这种发展模式别人是愿意接受的。第四，
追求独立平等已经是世界的大趋势了，南美左转呢，也正是世界格局将发生重大变化的一个信号。不过这个过程啊，还有很大的波折啊。我们就具体到巴西来讲嘛，卢拉面临的问题也是一大堆的。他虽然上台了，可是你注意一下，他现在的这个得票率也只是一个微弱的优势。那么后期局势是否能稳定，美国是否会进一步介入，这还需要慎重的观察。不过呢，追求和平、独立与发展是南美的一个大趋势，就正如卢拉的支持者们所高喊的那样卢拉给我们带来了水，给我们带来了电，给巴西带来了尊严。